由此看来，古钱之学比之搜集邮票还要复杂。待到真钱排列完毕，整然成序，复制品造成功，分门别类，真是洋洋大观。于是将古钱用红色丝线钉在紫红丝绒布底板上，其中有几枚是真金的金钱，金光灿烂，叫人看了古色盎然。而且在每一个金钱下面均有丁氏篆述的简单说明，极具考证价值。紫红丝绒的底板共有24大张，于是再用紫檀木制成锦盒，盒面镌刻的全品宝鉴4字，用石绿竹子填色。这样一来，不但外形古雅，而且也烘托出内容的高贵和历史考证价值。全部工作完成之后，丁翁欢悦不已，说是我本有这个意图，而且蓄心已久，苦于没有具体的办法，如今你想出的办法还在我意想之上，真是毕生快事。第6步是开始推销工作，先将12套全品宝鉴送到五马路古玩市场去上市，标明价格每套银元240元，只有3天就销售一空，获利之后出乎意外。此后每隔2月又取出10套8套，声明这些成套古钱供应是有限度的，过了限度千金难买，因此购者争先恐后，价值也逐渐提高。第7步，再向外国博物馆去推销，从前外国究竟有多少博物馆？向无调查，丁翁虽是早期日本留学生，但也不清楚日本有多少博物馆。我就建议丁翁向各国领事馆赠送《古钱大词典》1部，并发出一份公函，请他们调查自己国内有多少博物馆，声明每一博物馆送《古钱大词典》1部。这样一来，就获得了世界各国博物馆的地址。记得其中以日本博物馆数字最多，英国次之。那时全世界博物馆已有400-500家，于是第2度再各送《古钱大词典》1部，并附全品宝鉴图样1份，每份价格提高到400银元。这一下子就把全品宝鉴便销到全世界。这全品宝鉴究竟销去多少？我不便细问，不过我知道，丁翁在虹桥路、金淮阴路买进的一块地，就是卖古钱的收获。后来建了一座规模极大的虹桥疗养院。这次全部计划是我出的主意，全品的鉴别和模铸全是丁翁自己做的。他认为我对生财之道已获得了门径，并屡次在他的儿子丁惠康前提到我，足以传他的衣钵。这是丁惠康亲口和我说的。丁翁事后问我应该怎样酬谢你，我说你教了我生财之道和理财之方，我已一生受用不尽，哪敢领酬？他封了一包红封袋，我坚决不受。后来他除了送我一套全品宝鉴之外，以后每年农历新年我去拜年，他总是用红纸包好银元若干枚作为我的利是，最多一次给我200大洋，要我捧了回去。我因为取利是的好兆，也欢欢喜喜地接受。大约受了数年之后，我才坚此而罢。虹桥疗养院落成的1年，丁翁未忘当年的诺言，要我做一部实用医学书成之后，他亲自为我增订，由他办的上海医学书局出版，书面上印出丁福宝、陈存仁编纂，2人名字是并列的，这是他存心奖业我。要是论年龄与资望，我是望尘莫及的。康熙通宝已成西建1949年春，我离开上海到香港，我到丁翁那里去辞行。那时丁翁依然精神健旺，面色红润，美然飘飘。我向他说明决意离开上海，
到香港去谋生。他老人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：照你的智慧和能力，到处都有饭吃，可惜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否则我一定要和你一同去。言下似有无限惆怅。接着就走进内室，捧出2套全品宝剑送给我，说：这是你花了很多心血完成的，现在余剩2套，我就送给你，作为彼此之间永久纪念。我说：你的盛情很可感，但是这2套东西重达100多磅，飞机只限带44磅，现在飞机乘客非常之多，超额行李概不接受，所以这2套东西只能心领了。丁翁怅然不发一言，又从袋中摸出2个铜钱，一个是乾隆通宝，一个是康熙通宝。这2个铜钱既厚且重，而且他自己曾经把它厚厚的镀上一层金，放在手中抹撒为乐。他说：这2个钱虽没有多大价值，不过因为是我日常玩弄之物，送给你，日后你可以睹私人，留作纪念。我说：那好极了，就拜寿而别。按1955年有人回上海，我还托人带一些小礼物送给他，那时他已年逾80，精神还是很好，而且说他还在研究养生之道，一定要活到100岁才算尽其天年。可是从这次以后就听不到他的消息了。外国得知是同拱璧我在香港开业之后，1967年有一位法国针灸家泰马史家来港访问我，问起我中国人除了针灸之外，还有一种刮痧方法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说，刮痧是中国古老的理学疗法，刮痧功能推动血液循环，引起预血性的抗病作用，可以驱除病毒，退发热开胸膈。说时我就拿出丁翁给我的古钱，告诉他旧时民间是用这种古钱蘸一些油来刮磨肌肤，现在铜钱已很罕见，多数改用瓷质汤匙或光滑的斧臂，效果也不相上下的。泰马史家经过我说明之后，把这个金色灿烂的古钱把玩不已，问我这一个古钱是什么年代制造的。我指着这个康熙钱说，这一个是清代康熙年间，即1662年到1722年间铸造的。外国人对于200-300年前的东西都认为是有价值的古玩，坚持要我让给他。我因为这是丁翁给我的纪念品，表示不能转让。不料泰马史家夫妇俩苦苦的要求，并且拿出一本旅行支票说，你要多少代价就给你多少。我说，这不是价值的问题。正在僵持之间，一位通译员说，陈先生，他们夫妇俩既然这般央求你，你就让给他们一个吧。要是你不肯接受银钱，他们有一具徕卡照相机，款式极新，香港还没有见过，你不妨和他交换。通译员就同泰马史家用法语谈话，他们夫妇2人当场在皮筐中取出一具徕卡相机送给我。我一想，当时徕卡的代价值港币1000几百元，似乎不好意思收受，正在推让之间，泰马史家夫妇已经把那个古钱放入袋中，这宗交易就算成功了。这样的交易我想想实在好笑，不料就在同一天，另外一个乾隆钱却便寻无着也丢失了。